到家喽。我晚上还有点冷。你一会儿是要回房间休息还是干嘛？看吧。哎呀，我的房卡不见了，是没拿。我的房卡不知道放哪里了啊？房卡丢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拿出来，看有没有掉，现在也没有，找不到房卡了。有吗？没事儿，应该有可能落房间里了。哦，应该是。还有全身多。全身，那我还等他换全套来搞。哎呀，你呀，宠我一回，你宠我一回，我明天早上我就发弹射。我爱你。非常完美。咋了？你的手？美吗？你说呢？沙发上坐会儿。坐会儿吧。让我靠一会儿。靠我身上。不是，好冷啊！快点抱着你。咬一口。这样啊？是不是？去你那边。好。你说我是该夸你情商高还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给你看我 P 的图，我肯定是想让你夸我长得好，没有人让你夸我 P 图技术好。你怎么想的？而且我确实也没怎么 P。我不知道，当时已经脑子宕机了。你每次都是这个理由。不是理由，就是一个现实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天确实很累。我觉得你有时候会把你的情商用在和朋友和其他人相处当中，在亲密关系里的时候，你就选择自己舒适的方式，最不用动脑子的方式，对吗？我跟朋友在一块儿，我也不会怎么动脑子。我觉得你跟朋友在一块的时候，你还挺会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就像你刚刚说的，给我看这些东西，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你想让我说的出发点是什么。因为你没想呀。不是啊。之前不是说过我的问题是我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揣测你的想法，对吧？所以你不能说我没有想，我只是想的这个方向是错的。那我以后就跟你说，我就是想让你夸我化妆技术好。
你就 get 到了，对吗？然后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夸我了。对。就像那天晚上，咱俩聊的那件事情一样，我觉得就是有些想法就是需要提前说出来，别人才会知道去怎么做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小的事情太多了嘛。我觉得我们每次聊到一些话题，就会让我们的氛围进入到冰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受？确实，我觉得有一些导火索吧，就会把我们之间的一些问题放大。第一个，我觉得问题就是我们的沟通上有障碍，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很少有耐心能够让我把一件事说完。就是我确实，我有时候语言上确实比较犀利和强势，我会希望用最快速的办法让对方听懂我的意思，然后在你解释或者是你阐述你想法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很多的耐心去等你慢慢的调理你的思路，就像你说你有时候跟不上我的逻辑思路一样。就是你可能是直截了当了 A 点到 B 点，对吧？那我可能会把 C、D、E、F、G 这些东西都看一遍，然后再告诉你是什么样子，就考虑的可能比较。那我觉得这个点可能是我们得互相包容一下。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包容的。我总是会觉得，在小屋里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像是一个项目。我觉得你想把我当成一个项目，然后把我拿下，这就是你的目的。你为了达到你的目的而做出所有的行为。当然你做得很好，然后我也是在慢慢的和你接触嘛，然后我会发现，你真的是能够兜住我的情绪，然后我们在远行约会的时候也是聊天很顺畅，然后你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很懂我的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们还挺契合的。我也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包括我们后来告白夜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就我写的信，都完完全全是我非常热烈的状态。我觉得你应该能感受到，对吧？然后热烈之后呢，那出了小屋之后，是不是就要进入这个项目的第二阶段？感情应该是越来越高涨的。你不知道怎么应对我的热烈，是吗？对，就是我有点不知所措了。说实话，在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会忽视一些事情，然后这些点又是你比较在意的点。但是我现在都告诉了你我的情感就是感情流动的状态啊。但也是后面说的，之前咱也没有沟通过这事情，对吧？但是你是能理解我是怎么想的了吗？能理解，能理解。我们在小屋里那么契合，我觉得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你是一个非常细腻能够观察我所有情感变化的人。所以就是你当让我去跟你处理一些事情，就是我每一个小点都要去考虑。可能我的情感需求很高，然后陪伴需求也很高，我是那种有问题当下要解决的。就是我觉得你如果把每一个细节小点都看得特别重的话，每一个都要去磨合的话，我们会要设置一些原则性的大方向的一个底线是什么，都要抓大放小，
这真的是我要成长的事情。到现在我抓大放小这件事我都没有做到。但我觉得我确实是认为情感是需要经历才会成长的。对啊，我们彼此都成长了，还挺好的。去发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你冷吗？再坐着说会儿还是怎么着？回去。回去吧。子涵，在外边。来了，都整过来了。我想拍一张，我。哎，要给你拍一张吗？好，来吧，Harry，准备好啊！我 Harry 哥这个表情，有点 chill 了。你像个大爷，你别吃了你。白天，大白天就是最大的太阳，大白天，然后正常晴天，多云啊。晒一张啊，就是成功。没跟我好点没啊？给我拍一张。你看我刚一直在试，因为白天不是黑的吗？刚刚拍的是白不晕了，你知不知道你情绪很外显哎？是吗？融化了的。我们凳子还不够哎，我们去那边吧。走吧。爬生米我得带。你拿这个，我拿那个。哥。你憋着不难受啊？难受啊，对呀，那你为什么要憋着呢？因为我是一个自我消化的人，我不想说出来。我觉得没必要。没必要的点是什么？不想说。你先说，你想说什么？我没有想说什么呀，我就觉得，我肯定还是希望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能坦诚的去面对对方啊。我很坦诚，我从头到尾都很坦诚，要不然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就其实是到现在还是不太理解，就是说我们之前聊的那些事情是吗？就你觉得爆灯意味着什么？其实放完灯之后，其实我不是也有跟你说，我愣了很久。我其实当时也有在想，就是我们就以后将要面临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对你所做的所有行为我有任何的不真诚，你也看得出来这东西我是演不出来。我想知道你当时有没有看出来，其实我很不想放气球。
我看出来了。所以结果是我愿意为了照顾你的情绪以及你的对未来的一些想法，我选择退了一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是我委屈了我自己，我觉得我们之后还是有可以接触的机会，以及有相处的机会的。其实我一直没有跟你聊的是我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我从小屋出来之后，因为我们公司多了一个海外部，然后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下个礼拜人在哪。那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有什么阻碍吗？其实我这段所有时间，我一直都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理想和现实中间，它还隔着一个词，那个词是生活。我知道理想状态下，我们从那种状态里出来，如果说真的在一起了，起码这段时间，我们肯定会过得很开心。但是将来呢？那又怎么了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如果一段感情你都没有办法尽到去陪伴对方的这个义务和职责，那其实这段感情我觉得它达不到。我说白了，我也清楚，确实是在小屋里我们相处的节奏和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的生活情况，它就是有很大的偏差。我完全可以接受，因为我也想要再更多了解一下，之后再选择一个结果。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们现实情况遇到的问题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就是这么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年纪，再加上我现在的工作生活其实是不稳定的，你也处在你自己现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上面。说实话，真的我不希望看到我们最后的结局是那样。那样？因为我没有办法对一个我爱过的人，我还要继续跟他。就跟他说分开。所以说我在决定在一起之前，我一定是会想很多的。我已经不是在那个我还能再把南墙撞破，我撞得自己头破血流，然后第二天起来拍拍自己说没事的那个人了。但是我也是这样的人。那你既然没有做好这些准备，你为什么要爆灯呢？那你不觉得这是对我的非常不负责任吗？是，我承认这个。后来我也在反思。所以你爆灯的时候冲动了一回，冲到一半没劲儿了。我真的觉得我很累很累。我这次飞云南之前，情绪真的已经很不对了。
These are your thoughts. Fighting for temperature. Bouncing for fun. 我知道你的那个情绪，我在之前我没有很好的去帮助你去消化，因为这方面我真的是已经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难受。但是我想不通，你如果真的这么犹豫，你为什么会去爆灯？我确实人生活了20几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冲动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刷到过一些片段，刷到我给你校徽的时候，当时刚更新没多久，突然有一条弹幕说王乐成还了他一个爆灯手链。我当时坐高铁上，我一整个爆哭，我就是想不明白。然后前2天播到爆灯，我当时从学校走回家，我刷到那些片段，我也是一边哭一边走。谢谢。没哭，没哭，为什么？下雨了。眼睛进沙子。因为其实，在当下，我为什么选择去报的那一刻，我就是觉得，我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是尽可能的，我给到所有我最好的能够给你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后面我给你准备的那些礼物一样。可是，爱情过了之后，就是感情的生活。因为其实我后来想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回归到朋友状态，我不是说跟你老死不相往来。啊。好热。哎。你累了吗？我一整天都很累。走了。拜拜。拜拜。